越有实力的男人呢，就越要学会藏，这样你才能够不动声色地赢得财富和女人，做到财色兼收。俗话说事隐秘称，如果说你总是高调的给女生花钱，给她资源，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敬仰还有爱，那你一定要好好听一下我接下来讲的内容。其实不只是亲密关系，人生事业它都是如此的。道德经讲，低调是一个人最好的人生战略姿态，只有真正开悟的强者才会懂啊。所以说你看，越是成功的那些大佬，他往往越是低调，因为低调其实不单单是一个人的性格，而是在你开始掌握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之后，自动发出的一个战略姿态。那如何低调呢？第一个就是对自己的资源低调。有句话怎么说的？你展示什么，就决定了别人怎么定义你。大多数人去晒资源，不就是想要获得更多的资源吗？晒资金，晒房产，晒人脉，对吧？但是高手呢，恰恰相反，越有资源，他就会越会隐藏，因为他们都知道在你暴露的那一刻，就自动触发了两个系统，一个是被索取系统，一个呢是被干预系统。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老王刚收到一个工程上的一个大额结款，于是呢他就在朋友圈晒截图啊，对外证明自己的这个业务能力和现金流的一个充足啊，本意呢是想要去建立信任，吸引更多的合作。但是亲戚朋友会轮番开口向老王借钱，同行也会眼红，会去跟老王抢单，甚至还会在暗中使绊。合作方呢一看老王你小子挣这么多，那后续呢可能就会恶意的给老王抬价啊。再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兄弟在相亲啊，或者说反正就刚认识一个女孩子啊，时间并不久，你就已经习惯性的去展示自己的车呀、房呀啊，确实这是你的优势，但是你过于依赖这个路径了啊，妄想靠经济实力去吸引优质女生，想要去靠经济实力去跟他们搭建一个优质的亲密关系，那你就很容易遭来反噬。你身边的女生会被你惯的物质，她本来可能不是什么捞捞啊，但是没有办法，你老是去秀这些，就拉高了她的物质期待。那你一旦减少开销，暂停送礼，她就会觉得你不爱她了。所谓升米恩，斗米仇，这个就是人性。而你反着来呢，前期少去展示啊，那他看重的就是你本身了。那你后面再去给点，说不定还能相当于是给他惊喜了，对吧？兄弟们，人性它就是正反都能用的，这也是为什么焦哥总是在强调你们一定要多学人性，多用人性。我在帮兄弟们做分析复盘的时候呢，也是按照人性逻辑去分析的，因为技巧只讲怎么做，场景人物一换可能就失效了，但是人性会告诉你什么啊？为什么啊？当你看懂了对方行为背后的底层逻辑之后，你就不需要再死记硬背什么话术了，你也不需要在网上去学什么博主的什么技巧了，你自己就能够自动生成最合适的一个应对策略。而这种洞察力落到资源上，就是得学会藏，得低调，因为你的资源一旦显形，你的人生节奏它就会被干预。而高手很清楚，资源从来都不是拿来炫耀的，而是留在关键时刻去打破平衡的棋子。那我们再给你们讲一下第二个，就是对自己就是野心一定要低调啊。有一个网络流行语叫做不要立 flag， 也就是说你一旦公开的说出你的那一个目标之后呢，那最后的结果就会朝着与你期望相反的方向去发展。这个不是什么玄学，而是人性机制在起作用。人性里面有一个潜规则，就是谁冒头谁挨打。所谓的枪打出头鸟，不是因为鸟它有错，而是它飞得太高了，它让其他鸟惊慌了。这个啊，还真不是说谁要针对谁，是系统天然就会打压这些出头鸟。因为你的野心一旦亮出来了，你就逼着所有的人要重新掂量他们自己的分量，而没有人会喜欢被人提醒你不如他啊。就比如说三国里面的袁术，这个家伙呀，他刚拿到传国玉玺的时候，他就立马宣告天下自己要称帝。你看他哥袁绍实力巅峰的时候都什么都没干啊，他倒好，立马成了众矢之的了。
被联合讨伐，没两集杀青了。所以你越是高调的去说你要去做某事儿，那你就越容易触发外部的制衡与防备。这个放在感情里完全是一样的。很多兄弟遇到心动的女生，需求感会藏不住，约会几次呢，就会直接梭哈交底，给人一种好像非他不可的感觉。而这种被锁定的感觉，不仅仅会让你丢掉原本的吸引力那个女生她会有恃无恐，更关键的是你会给她带来一些很强烈的压力感因为一旦你亮了底牌，那在她看来，继续跟你接触，答应你的邀约，那就等同于是答应了你的绑定。所以为什么很多兄弟在关系里面高开低走，明明一开始女生更主动，后来就冷淡了，其实就是这个原因。毕竟人性就是趋利避负的，没有人喜欢一上来就被别人绑定。当然了，你也同样可以反过来利用人性去展示异性资源。你越是喜欢的女生，你就越要敢于在她面前去展示你身边不缺女生。不是说要去立什么海王人设把握好度，不用刻意，你就大方的去展示就好了。就比如说你朋友圈有一个带女生的合照，大胆的发再比如说你带她去参加一些其他女生朋友的这个聚会，或者说你在面前去接触异性，甚至是接打异性电话，不用避着你甚至还可以在挂电话的时候专门来一句谢谢你美女你什么都没有说，你的异性资源其实就是你最好的实力倍数。就跟顶美身边永远都不可能缺有实力的男人是一样的。女生她自然也就懂了，你又不缺女生，你又很有分寸，那这种男人才叫做优质稀缺的，那他才有可能会有想法想要反过来抓住你。所以你们看高手都是从来都不立 flag 的也不喊什么口号。为什么？因为真正的野心不是在嘴上，而是在战略的缝隙里面，缓缓的隐隐的去推进。那最后呢，还有就是第三个，就是对自己的认知低调。认知越高的人，其实越不愿意去解释。就像天道里面丁元英在父亲濒危的时候就是快成植物人了，失去抢救希望的时候，他直接跟医生说拔管吧在家人看来就是冷血，是不孝，但是他没有开口做任何的辩解，因为家人看到的是伦理，而他看到的是生命的尊严，双方根本就不在一个认知层面上。很多时候你说的越多越通透，越有可能会引发对立的。比如说你说出公司的一个战略的这种问题，老板可能会觉得你在唱反调，你分享了一个新的模式，那别人未必会听得懂，对不对？但是他一定会质疑你的动机。再比如说很多兄弟可能事业做到了一定的层次，会有非常多的社交应酬，也避免不了跟异性的接触，那你的小美呢很有可能就会担心，他可能会半开玩笑的问你一句说你花不花心如果说你正经的去跟他解释了，你是为了工作为了应酬首先不论他信不信你就已经陷入了低位了，你会很被动。其实你可以很轻松点的去回应他，花不花心取决于对谁，如果你笃定要跟我长相厮守的话，你才能够看得到我的专一你也可以半开玩笑的把你的框架和底线传递给女生，这样你才能够主导后续的关系。所以少一点解释，把认知藏在心里，把争辩放在一边，不必说服任何人，这个才是上上之策。所以说低调以后呢，你慢慢的就会明白，与其解释不如掩饰，与其表达不如兑现，与其说破不如做成。因为真正的胜负呢，从来都是不动声色的。最后还是那句话呀，弱者才会困于情绪，强者都是利用人性主导关系的。我是焦哥，下期见。